何苗那天的进入，就是为了案发当天给田家做不在场的伪证。可能何苗和田家那天就根本没去松榆里小区，是田家最后进的陈玉香的书房，把陈玉香给杀了。然后他又杀了何苗灭口。我有2个问题啊。第一，如果何苗在为田家做伪证，或者说他们互相做伪证的话，那他为什么不把证据编得更圆一些，来排除自己的嫌疑呢？据我们的推理啊，我觉得田家完全有可能作案。如果说从中午12点到下午4点，他们俩始终在一块儿的话，那他们不在现场的证据不就天衣无缝了吗？没错。我再替麦欧补充第2点啊。如果是田家杀人的话，那么杀人动机究竟是什么？难道仅仅是因为仇恨或者妒忌吗？哎，你们可不要忘了，陈云香活着对田家是有好处的。所以我认为呢，何苗的确是田家安插在陈云香身边的，但是动机究竟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。而何苗的死是不是田家杀人灭口，这一点我们也不清楚。那咱不就没线索了吗？我觉得先从田家入手，先把他抓起来再说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要是田家不承认跟何苗的关系，那咱怎么办啊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，先弄清楚何苗的真实身份。可这茫茫人海又不能打草惊蛇，咱们应该从哪儿下手啊？总有线索，最起码她不是一保姆。那他可演得真够逼真的。确实演得特别像，而且这个女孩特别聪明，文化水平还特别高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特别清楚地记得那天，哟，这还有天使艾美丽呢。法国片儿原名好像叫做艾米丽，哎，我放给你看看。她怎么知道艾米丽就是天使艾美丽呢？这对普通人来讲多专业一知识啊！没准他是电影发烧友，或者干脆就是一卖碟的。我觉得有没有可能，她根本就是个艺校的学生，或者是个演员啊？对吧？你比如说，一般人要办一个保姆挺难的，但对于演员来讲，太容易不过了。我觉得咱不如这么试试啊，麦欧，你去查一下，咱们市里各个艺术院校或者艺术团体，把他照片发过去，看看能不能找着线索。好。哎，我查到了啊，肖子杰，飞天演艺学校的毕业生，啊。这田家任职的娱乐劲爆啊，曾经搞过一台大型的文艺演出。何苗，也就是肖子杰，整个班都去那儿实习。田家、肖子杰就那么认识的，而且啊，他们2人的关系还很不错。行啊，雷鸣，有2下子啊！哎，这下咱们就能拿田家开刀了。你控制住田家。好，没问题。喂？什么？田家进长途汽车站了？你坐吧。田家，你跟肖子杰的交往情况我们已经很清楚了，你为什么让他化名何苗潜入陈云香家？你先说一说为什么要杀肖子杰？我没有杀他，没有杀他，没有杀他，为什么跑？我一直联系不上他，直到今天下午我才知道他被人杀死了。我怕和他的关系暴露，你们会怀疑我，所以。你是说你没有杀肖子杰是吗？绝对没有。那么陈云香呢？陈云香，他不是卢大勇杀的吗？
我没有杀他，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。我让肖子杰去他家当保姆，只不过是为了为了什么？他的新书《裙边》。你想拿那份书稿是吧？你动机是什么呀？我实在看不惯他又愚蠢又跋扈的样子，所以我决定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本来我想把书稿交给盗版商，这样一来可以让他经济上受损失，二来我要在交给盗版商之前把它彻底改写。陈玉香不是喜欢暴露自己的隐私吗？我成全他，我要让读者看到一个最丑陋、最无耻、最淫荡的陈玉香。那肖子杰完成你交的任务了吗？我给了他几盘空白软盘，让他偷偷地从电脑里把文件拷下来，并答应事成之后给他5000块钱。可是就在他要动手的前一天，他突然提出了额外的要求。1万。哎，不说好5000吗？哎，你想想，如果以后这个盗版书一出来，陈云香一定会查到是我，我可不能为了这么一点钱冒这么大的风险。你不是要去南方闯天下吗？你一走那么远，中国这么大，上哪儿找你去啊？可是5000块连路费都不够啊。 6000，不能再多了。如果我把这书给周梅或者王建州的话，我想至少有8000吧。你都跟他们说什么了？哎，别紧张，我只是打个比方嘛。最多7000，你自己考虑吧。第二天，也就是陈云香被害的当天，我跟肖子杰在松榆小区见面。按照约定，他应该把软盘给我，可是他没有。软盘呢？他在做最后的修改，我一直都没机会考。明天吧，明天一定给你。说好了。接着，陈云香就被杀害了。说实话，我很震惊，也很伤感。人都已经死了，我也不想再计较什么了。于是我就给肖子杰打电话，说软盘我不要了。那肖子杰是什么反应？他很失望。然后我又接到了王建州给我打的电话。喂，喂，小田啊，云香的书稿没有流传出去吧？我不知道啊，你问这干什么？刚才我接了个匿名电话，他要把云香的书稿卖给盗版商，问我肯出多少价钱。你怎么说？我说我要报警啊。他可能给吓着了，把电话就挂了。这个人是男是女？没听出来，声音挺怪的。啊，你别太紧张了，可能是恶作剧吧。但愿吧。哎，好，再见。马上意识到是肖子杰干的，我知道他想甩开我大捞一笔，我立刻打电话给他，但是他提出，如果我按照约定的给他5000块钱，他就把软盘全部给我。你同意了？当然。陈香的死使书稿行情大涨，盗版商肯出3倍的价钱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那软盘现在在哪儿？哦，在这儿。你想一想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这套文件你从哪儿考出来的？陈玉香的手提电脑里。他手提电脑不都加了密了吗？这文件没加密啊。我不知道，拿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。不过那个肖子杰倒是说过一句，他服务很周到。这里第15章呢？没有吗？我没注意。
麦欧，嗯，物证袋在哪儿？在这儿。瞧瞧，这就是卢大勇的假证件。你说那么先进一个租车行，这么假的东西愣是没看出来。李哥，有人找你。哎，雷警官您好。你好。嗨，坐吧。坐。我今天刚刚听说何苗被人杀了，有个情况我想跟你们反映一下，可能对你们破案有帮助。说。 3天前，何苗给我打个电话，他问我还认识不认识其他的出版商、盗版商也行。我问他干什么，他也不说。后来支支吾吾地告诉我，说他手里有陈云香的书稿，要是卖出去的话，可以跟我5/5分成。他为什么要找到你啊？我也觉得挺奇怪的，后来一问才知道，那天我跟陈云香吵架，你们也知道，就是为了假学历那个事儿。 他就认为我跟陈云香已经势不两立了，其实他完全误会了，我也没答应。他还跟你说什么了？别的就没什么了。我说了一句，我说这件事儿损失最大的是王建州，但是他好像没什么反应。谢谢您提供的这些情况，好吧？哎，没关系，啊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哎。 这个萧子杰，跟田家讨价还价，还敲诈王建州，又想跟周梅5/5分成，啊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哎，雷鸣，你说会不会是敲诈王建州？王建州一怒之下起义杀人？不可能，一般人被敲诈肯定得报警，而且萧子杰怎么可能让王建州知道他在勒索呢？如果是勒索被杀，只有一种可能，死者知道凶手的隐私。 对，绝对的隐私。咱们忽略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，什么？书啊，陈云香的书，那里全是隐私。王川，什么事儿？咱去趟陈云香家啊，乖乖。哎，好，走。我先上楼啊。好。明明啊，没有什么新发现，要不然咱们回局里去吧。我今儿找不着，不回去了。怎么了？我现在知道这线索在哪儿，我就是进不去。你什么意思？这第15章啊，这第15章里肯定有问题。整篇小说都有，就是没这第15章。而且这整个硬盘都加了密了，你说这说明什么呀？什么也不说明，很可能啊，萧子杰在拷贝的时候把这一章给漏了。不可能。萧子杰啊，就连他扮演的那个小保姆都不是那么心粗的人，我宁愿相信他是故意的，说明这里头有问题。这15章里头，他怕田家知道。即便是这样的话，也犯不着你这么绞尽的脑汁吧。行了行了，找个软盘把它给拷下来，咱们拿回去研究嘛。哎，奇怪，怎么一张盘都没有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这儿没有软盘。不可能啊！啊，一搞写作的家里没软盘？你是说？我觉得是不是凶手把软盘拿走了？如果要是凶手把软盘拿走了，可就太说明问题了，说明这软盘里和第15章里肯定有怕人知道的内容。那他为什么不把硬盘里的东西一块儿删掉呢？那太显眼了吧？
这要是引起咱们的怀疑，而且如果陈云香再有一个备份的话，啊，那不就打草惊蛇了吗？软盘拿走谁注意啊？这硬盘又都加了密，没错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第15章里肯定有问题。可是你说这萧子杰他从哪儿知道这密码？是陈云香告诉他的。陈云香把密码告一保姆干嘛呀？是他自己猜的。我都猜了这么半天了。一般来讲呢，很多人喜欢用自己的生日啊、身份证号码或者是电话号码来设置自己的密码。我真半天啊，试的全是这个我的哥哥。哎，会不会是卢大勇告诉他的？卢大勇不知道啊。哎，这密码到底多少啊？你今天能跟我说吗？其实密码就在你眼皮底下。眼皮底下？眼皮底下有。哎，川儿，你看这照片。奇怪，他们的手势都不一样。哎，会不会他们每个人的手势代表一个数字呢？你给我念念。25151。开了，开了。哎呀，成了！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会不会我们从一开始的方向就是错误的？不可能，这里肯定有东西，咱找不着。干脆把电脑带回局里去研究吧。全都端走，给他全端走。同志们，全部的书稿来。川儿，来。哎，书稿咱都看得差不多了，咱们讨论一下好吧？我觉得问题就出现在第15章里。这第15章，陈云香写了和一个叫施耐德的奥地利人的妻子接吻。雷探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不开玩笑，秘密就在这7个吻里。哎，你们看啊，陈云香写了，施耐德给了我7个吻，个个刻骨铭心，记忆深刻，并且还写着这7个吻的顺序，分别是1、2、5、7，还有3个啊，是3、4、6。可是这第6个吻找不着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没准儿是他忘了。不可能啊！陈云香对每个吻都写了细致入微的描述，啊，尤其在这第7个吻里写了，这第6个吻对他印象尤其深刻。可是这第6个吻没有了，所以我觉得这第6个吻被人给删了。哎，那陈云香为什么把第6个吻给删掉了？王川是这样啊，第一，删这个吻的人不是陈云香；第二，这个人不单单是为了删这个吻，他是为了删掉这个章节的某些内容。咱们要不仔细看这上下文，还真看不出来，但他毕竟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。哎，等等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凶手删掉了其中的一段？啊，对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这段里写了跟凶手有关的文字。可是他是什么时候删掉的呀？当然是陈云香死了以后了。
陈云香死了以后，凶手首先拿走了所有的软盘，然后他打开了电脑。陈云香不是把文件都加了密了吗？而且他是个特爱耍小聪明的人，逢人就说密码就在眼皮底下，凶手肯定知道这句话，于是他开始找。这凶手肯定特别熟悉陈云香，知道他思维方式，于是很快就找着密码，并且进入文件。等一下，这个书稿总共有20张，大约50万字。以凶手的时间满打满算，何苗回来之前他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，他能保证这段时间里把这张找着吗？哎，咱们从开始看到现在也没2小时吧？啊，王川，你没发现吗？陈云香写书有一大毛病，完完全全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。凶手肯定跟我一样，马上找到这段文字，并且删了它，而且他还做了好多的润色，不仔细找是真看不出来。哎，你们来看啊，陈云香写东西用的是5笔输入法，这从错字上可以看出来。你比如这儿把故打成成，可是这2段中间出现的错误全是全拼输入法出现的错误，因为咱们从这块就可以看出来。你看这儿啊，把籍贯打成机关，这是全拼输入法的错误吧？对吧？那作者肯定就另有其人，这作者绝对就是凶手。可是从这个书稿上，我们并没有找到谁是凶手的线索呀。有龙玲，我现在已经找着疑点了。哎，雷鸣啊，那肖子杰的死是怎么回事？肖子杰也是个特别聪明的女孩，她早就把文稿备份了，而且她发现了凶手的秘密，并且她把这个秘密跟陈云香死联系到一块儿了，马上就知道凶手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她开始想敲打凶手，所以送了命。那他手上一定还有一套完整的书稿备份。对，要不然在他手上，要不然在凶手手上。但是以肖子杰的性格，他肯定得备份一份，对吧？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哎，我觉得呀，现在重要的问题就是把肖子杰那个备份的书稿找着。对，现在是这样啊，这个案件已经到特关键的时候了。王川、麦欧，你们去查一下肖子杰最后的落脚点，好吧？我去再审卢大勇。没问题。没问题。哎，回传，你们完了就回。哎，干什么呢？这么神秘？那秘密，以后再说。他进来以后情绪非常不稳定，整夜又唱又叫，现在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又唱又跳，行啊，你卢大勇，把这当卡拉 OK 了吧？我就问你2件事啊，这假身份证是不是熟人给你做的呀？还有陈云香有几十万的事儿，是不是也是人告诉你的？你看着点的啊，让他把这人名给我写上。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吗？啊，你帮我看一下509周围的房间，好吧？好的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你看，好，麻烦您了啊。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，我还会跟你们领导再联系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。哎，谢谢啊。王总，请坐。
坐，王总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这儿还有一个重要客户，我耽误不了你多一会儿，好吧？对，田佳和周梅他们到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我们没迟到吧？坐吧。卢大勇的事3位都知道了啊。现在在座的3位呢，都卷进了这桩凶杀案。卢大勇处心积虑杀了自己的妻子陈云香，但是我们现在经过调查呢，凶手另有其人。怎么会是这样子呢？凶手把陈云香有几十万的事告诉卢大勇，卢大勇是个赌鬼，卢大勇起了杀心。现在这凶手正偷着乐呢。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陈云香把凶手的隐私写进小说里了，就跟写您周小姐的学历隐私一样。不过你那点学历隐私啊，比起凶手的隐私还真差了点。雷警官，你答应替我保密的。保密，现在得讲事实了，这是2条人命。虽然这2个人不算太无辜吧，尤其是这何苗。田小姐，这何苗原名叫肖子杰，是你让他扮成保姆进陈家偷书稿的吧？肖子杰拿了书稿以后，发现了凶手的隐私，然后来威胁这个凶手，敲诈他，最后凶手起了杀机。幸亏肖子杰把书稿备份了一份，所以王总您也就别急了，这份书稿我现在物归原主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要是真的感兴趣，凶手是谁？你看看第15章，那上面写着呢。这是还一份证据啊，就是这身份证，卢大勇的假身份证，做的跟真的一样。王总找着了吗？周就是我呀。对我加强了攻势。哎，你别真往自己身上招呼，往下边念啊。哦，梅本来不叫这个名字，她在南方有一个鼎鼎大名的男朋友，也是她的老大，叫阿弟。阿弟和一个轰动一时的数字联系在一起，626。梅，周梅，周小姐是你吧？啊，我到现在才知道你是626集团的一员干将。626集团是个什么集团啊？啊，伪造证件、引人偷渡，是个重大的刑事犯罪集团。您这份学历证书也是他们流水线上的作品吧？还有这身份证，都是你的杰作吧？你本来是626集团首犯的情妇兼军师，后来黑吃黑卷了一笔钱跑了，摇身一变，你现在成作家了。可是你啊，交友不慎，你认识陈云香了。陈云香把你的犯罪事实全都写在书里了。那天你们吵架为什么呀？根本不是因为你的学历，就是因为这事儿。然后你把他有几十万的事儿告诉卢大勇，卢大勇就是个赌鬼，动了杀心。可是这事儿让肖子杰知道了，所以才打乱了你计划，让我们今天才找上你。把他带出去。打搅2位了，但是呢，好多事儿咱得说清楚。你们2位就没事了。不过田小姐提醒您以后别再干这事儿了，好吗？来，如果没有肖子杰留下那套完整的备份书稿，我们可能就有点被动了。我还有别的线索呢，是吧？我看这上写着啊，陈云香跟周梅在泰国的一段经历。毕竟干过这个，梅对假证件、假钞、假珠宝的鉴别能力令人吃惊。有她在，我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会上当。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怀疑的。我一开始啊，以为周梅只是设计犯罪，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事儿。
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这两天办案啊，办得我头晕眼花的。哎，晚上一到街上，路灯一亮，我老觉得跟走到水里似的。瞎说八道吧你就！下面这个案件，是我经办过的最荒唐离奇的一个案件。罪犯的愚昧无知，导致了一连串惨痛血案的发生。哎，你母亲大人的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，说又给你找了个女朋友，让你下午务必去一趟。电话都打你那儿去了。你跟他说我不去。嘿，我都答应好人家了，赶紧回去换换衣服，刮刮胡子啊！你妈说啊，这回你要再心不在焉，你的事儿她再不管了。哎，他不管，我谢谢他了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啊？啊，看一看又怎么了？没准儿还碰上一条件好的呢。这回这又是干嘛的呀？小学老师，而且啊还是个年级主任呢，多好啊！又有文化又有气质，顺带啊把你们家孩子的教育都一块儿解决了。哎，要不这回你去吧？你看这回又不是会计，也不是银行职员。真的？真的。我妈对你的事儿不也挺操心的吗？你少来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呀在小学的时候是我们班最烂的学生了啊。我那个老师呀恨我恨得呀咬牙切齿的。有一次他跟我说：“你要是我的孩子呀，我就把你给掐死了。”我见着小学老师啊有心理障碍。哎，你真不去了？我真不去了。咱们这行交不了女朋友。啊，要照你这么说，咱们公安局不都成了少林寺了吗？哎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，你呀不妨内部解决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找个同行啊。哟，你什么时候开窍了？我人都替你找好了。谁呀？麦欧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别看这麦欧啊疯疯癫癫的，人长得也不难看，又活泼，性格又开朗，你们俩在一块儿啊又有安全感。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呀？哎，你是真傻假傻呀？啊？就算我真傻，怎么了？到底？不是，你就一点都看。喂。哦，好嘞，好。哎，有命案。赶紧。尸体是保洁员发现的。保洁员呢，每周1、3、5都会来这打扫卫生。死者为了方便，就给他配了一把钥匙。死者的父母刚才已经来过现场了，2位老人当时就受不住这样的打击，就晕倒了，现在已经被送往医院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小红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小红，李先生，你冷静点好吗？你告诉我，小红，小红，你告诉我，小红。出去吧。李先生，你先休息一下好吗？小红，告诉我。刚才那人谁呀？死者的男友叫林峰，死者叫秦红，28岁，是我们公司的职员。
他们本来准备明天要结婚的。别看，刚刚接到医院的通知，死者的母亲受不住刺激，脑淤血发作，在医院去世了。这张是死者父亲提供的一份死者生前交往生命的男性名单。他还说，他相信警察能够抓住杀害他女儿的凶手。你去看一下他。是。梅瑶，你把这查一下。好。怎么样？凶手实在是太残忍了，简直是没有人性。作案的时间大概在凌晨2点钟左右，屋里的其他东西没有发现被翻过的痕迹，而且不大像是入室抢劫或者是盗窃。另外，这是从死者的右手里发现的，死者一直紧紧地攥着这颗纽扣，由此我们断定，这很可能是在挣扎当中从凶手的身上拽下来的。查一下。在短时间内被疯狂乱捅所致，凶手几乎丧失了理智。情杀加仇杀？我看呀，就是心理变态。到现在还没什么线索。这个案子作案手段特别残忍，影响特别恶劣，我们一定要尽快的破案，抓住凶手。事儿，会计没有去银行，你的工资只能明天再取了。哦，不碍事，不碍事。听说公司里有个姑娘被杀了，哎呀，真可怜呐。您别说了。哎，你这个人站这儿干什么？哦，你别误会，我是公安局的，我想向你打听一下。外贸公司是在这层楼上吗？外贸公司，你找谁呀？我想打听一下祁红的事情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是祁红的朋友，我们刚通过电话的。我们公司在那边，跟我一块走吧。好。那个人是谁呀？哦，他是我们这里扫卫生间的临时工，叫吴玉珍，是位挺好的老人，来了没几个月。你刚才和他说话？你在偷听啊？只是偶然经过罢了。干你们这一行的，是不是对谁都会有疑心啊？我们不会随便轻易怀疑一个人的。那我是不是也在你们的怀疑之列啊？你认为自己有可疑之处吗？走吧，走吧。昨天是祁红28岁的生日。林峰特意给他开了一个生日舞会，我们大家一起狂欢到午夜。林峰因为要加夜班，所以提早就离开了。我怕祁红一个人回家不安全，就让我男朋友一块送她回去。谁知道，在家里也会。哦，林峰他一直加班到第2天早上，小王和小李一直和他在一起。裴警官来了，林峰在里面。好。哎，阿姨怎么给绑起来了？唉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他好几次要自杀，要不是他哥哥把他绑起来，我真没办法治他。你说这老天爷也真不睁眼。小红这孩子可真是个好孩子，他怎么就……阿姨，您别太难过了，出这种事谁也想不到，您得坚强点，对吧？要不然林峰怎么办呢？你们谈吧。好。嘘，听，多好听，小
小红最喜欢听这个声音了。昨天是不是她生日？有好多朋友陪着她一块儿过的生日，她开心极了。可是后来，因为我要加班要先走，她突然又不开心了。我们俩都在厨房里，她不愿意让我走，她哭了，她的眼泪把我衣服都打湿了。看，就是这儿，到现在还是湿的。你是谁？我是祁红的一朋友。朋友？不，你不是。小红没有当警察的朋友，她的朋友我都认识。来，来，好点没有？你想起我是谁了吗？我是侦破祁红案的雷警官。你是个男人，振作点儿。如果祁红在地下有知，他绝不想你这样。对不起。案发那天你在哪儿啊？你在怀疑我？在真相没有弄明白之前，所有的线索必须都得弄清楚。我早知道一点儿，就能早一天破案。我在单位加班，可我突然觉得头非常的疼。我现在知道了，小侯正受着折磨，我跟他心灵相通，可是我却不能救他。谁能给你证明？证明？我不需要证明。如果你愿意，尽管把我抓过去抵命。反正这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多耽误一会儿，我就晚一点抓住罪犯，也可能永远都抓不着罪犯。那你答应我，一定要找到杀小红的凶手。我答应你。秘书小王和小李。刘江那边的嫌疑基本可以排除了。祁红那边的同事呢，又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至少没有一种足以杀人的动机。林峰那里呢？林峰有不在场的证人啊，而且我觉得林峰特别爱祁红，应该不是他。你不是经常跟我说过吗？办案的时候，可没什么应该啊。你学得倒快啊！你说的没错，但咱们有的时候啊，还真得相信感觉。因为感觉这种东西啊，在潜意识里就像闪电一样，在你最没头绪的时候，哎，它就能帮你了。甄轩，我应该写一面锦旗，送给你。什么？辣手神探啊？什么呀？夺命神仙！你能不一找机会就挖苦我吗？哎，老二啊，你刚才跟我说那个扫厕所那老太太，你觉得她有问题啊？
我只是觉得奇怪，你说一个老太太怎么会对我感兴趣呢？你是帅哥啊！你杀了我吧！好，不跟你开玩笑，没准人就是不经意的看了你一眼而已。不对，他那个眼光啊，好像想一下把我给看穿了似的。你也学会感觉了，唉，就我是一木头人。哎，川儿，咱们现在可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那个老太太家里头，哪怕连那猫的胡须，我也得给她查清楚了。这就对了，咱去龙陵那儿看看吧。走。走。好了，在这个纽扣上啊，发现了一层细微的白色颗粒，分布得很均匀。那么经检验呢是花岗石粉尘，这个说明死者一定是长期生活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。绑住死者的绸带呢为纯白色，质地很好。那我经过资料对比呢，发现它是产于苏州或者杭州一带。为了得到更确切的消息，我已经请求杭州警方的协助调查了。我们从现场提取的精液呢，经检验，凶手是 AB 型的血型。尸检结果呢？尸检结果刀伤很多，但是都没有致命。真正的窒息原因呢，是被人用枕头蒙住头窒息而死的。就这些了。从现场留下的痕迹来看，凶手呢一定是个老手，要不就是在作案的时候啊，经过了非常周密的策划。你想想啊，在现场没有留下脚印，而且啊，水杯啊、门把手这些容易留下指纹的地方，全都经过了细心的擦拭。所以呢，我们推断这个凶手一定是有条不紊地打扫了现场以后才离开的。非常有条理，看来不像是精神病干的。说不定是冷血变态连环杀手，哎，就像那电影《七宗罪》。中国哪有连环杀手？怎么了？哎，川儿，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宁阳的案子，那个受害者也是被强奸致死的，也特别残酷，也是年轻女性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是一个白领被人强暴以后勒死了。不过那个案子呀，我没有参与侦破，不太了解具体的细节。怎么，这两个案子有什么关联吗？哪能查着啊？看来啊，只能找宁阳警方去协助一下了。哎，可以在网上查查呀。好。哪一年？去年还是前年啊，记不清了。你查2001年以后的。好吧。然后也别局限于宁阳，查广一点啊。没有。让宁阳警方查一下吧。好吧。行。喂。喂，雷大探长，是我呀，美丽。哟，大明星啊，你这什么事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晚上我们剧团演出《雷雨》，我演樊姨，我特地给你留了2张票，来看啊。哎呦，我现在哪有心情看戏呀？你真不知道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上个星期我叫你开车带我去玩，你就不来；今天请你看戏，你又不来。我说你这个大侦探架子真是越来越大了。我现在正忙一个案子，哎，真是脱不开身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好吧，我也不勉强你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晚上我演出完了之后，咱们一块去吃夜宵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啊，大侦探，工作归工作，饭总是要吃的。吃饭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说一个不字，我可真生气了。行，我答应你，我拿你是真没脾气。真讨厌！别忘了啊。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没事。哎呀，你别闹了，晚上我还演出呢。还早呢。什么早什么早？你怎么了你？哎，磊探。啊。又是你那明星同学吧？啊。哎，前2天我看他演一电视剧，我看了以后啊，只有一种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哎，这老天爷呀，也太偏心了。你看人家啊，年轻漂亮又有名气，还有一特爱她老公，
这女人想拥有的一切啊，人家全都拥有了。哎，哪像我们呀？妒忌了。就算是吧，这样的女人啊，就是女人都难以拒绝她，何况男人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哎，李太，啊，当初你怎么就没下手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没下手？这几个案子是我们从近100个案子中用排除法找出来的，10年间分别发生在上海、无锡、苏州和杭州。死者全是年轻女子，被同样质地的白色丝巾勒住双手。现场遗留的嫌疑人毛发血型为 AB 型，这些都和祁红的案件惊人的相似。我想不用说，大家也看得出来这些案件之间的联系。但令人不安的是，这些案子都是悬案，到现在为止，凶手也没抓着。连环杀人案。对，而且凶手现在来到本市了。我看，这对你们是个机会。怎么样，有没有信心啊？队长，我觉得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好，敢不敢立军令状？没什么不敢的。那好吧，我们会调所有的警力来配合你们侦破此案。祝贺我一下吧。祝贺你。这演出到底怎么样？问他。梅梅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没去，绝对是个遗憾。那剧场里面是座无虚席，演出完了以后啊，观众报以热烈掌声，光观众送的鲜花足以开一个花店。当时啊，我在下面想，这么一个漂亮、有才华的女子，居然是我的老婆，这自豪就别提了。丫头，丫头什么呀？哎，雷梅，我跟你说，这可是我心里话。不是，就算你们俩刚结婚，也不用这么肉麻的吹捧吧？什么叫吹捧呀？他说的可是事实。我跟你说，当时你没去，地下真是掌声雷动，哎呦，那鲜花那个多哟。我懒得理你，我饿了，我先吃饭。说真的，我就是跟你们俩人一块儿的时候特轻松，真的。雷鸣，就别再想你的案子了。我觉得你也真是不容易。哎，我想问你一下呀，你抓犯人的时候怕不怕呀？怕倒是不怕。哎，你们说我这人是不是缺少点感情啊？哟，你可别谦虚了。当年老师说你是外冷内热，典型的君子啊。哎，老公，你别看他现在这样大侦探，人家骨子里风雅着呢。不过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当警察。为什么呀？太累了呀，人一辈子这么短，干嘛活得这么累呀？哎呀，美丽，你还不了解他，他凡事啊都太认真，这种人不累，还是谁累啊？累死他！哎，你说的是真对，可是你说我这性格吧，天生的，改不了，认命吧。其实啊，也有解决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及时享乐呗。雷鸣，别听他胡说八道。不过呢，你呢是得放纵放纵，别让生活弄得太累啊。哼。你找谁呀？啊，大爷，想向你打听点事儿，请问吴玉珍是住这儿吗？你找他干什么？啊，我想问一下关于他这个房子的事儿。哦，你就是他那个私生子啊？啊，跑这儿想把我气死啊！就是气死我，也不会把房子给你，你给我滚！滚！哎，大爷，您认错人了。我认错人了，没认错，你想骗我？哎，您真的认错人了。我是公安局的。哦，你找他干什么？我想向您问一下，这吴玉珍是住在这儿吗？以前他是住这儿。以前？那现在呢？3年前被车给撞死了，他背着我偷人，这是他因果报应啊！他那个私生子经常打电话骚扰我、咒我，想把我气死。你们是公安局的，赶快把他给抓起来吧！
睡好了，本来我以为我睡不着呢，这一沾枕头，嘿，睡得真香。怎么样了？马上就好。维他。走。好。你仔细看看，是这样吗？下巴应该再尖一点儿。眉毛不是这样，应该是1字眉吧。鼻子应该再大一些。你对吴玉珍了解有多少啊？我对她的了解，只不过是平时在卫生间里碰到的时候会打个招呼而已，有时候也会聊上几句。我觉得她懂得挺多的。你们平时聊的最多的是什么？聊的最多的，记不太清楚了，只是觉得她的记忆力特别好，不像一般的老太太，而且特别关心人。哦，举个例子。比如说吧，她对我们每个职员的家庭情况都非常清楚，而且时不时的会问上几句。再有就是，我们一般有什么事情怕记不住，都会找她提醒。好，谢谢你提供的线索。不用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慢走啊。再见。吴玉珍在今天上午就已经失踪了。我到他们的外贸公司去查了他们家的家庭地址，发现呢，吴玉珍在3年前就已经死掉了，所以我可以肯定，这个吴玉珍肯定是假的。那这个假吴玉珍一定有问题。对照前面的一系列案例呢，祁红被害绝对不是偶然，而是经过凶手的精心策划。王川，你说这不是心理变态吗？你听说过心理正常的连环杀手吗？我们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什么线索吗？附近的采石场都去了，符合血型条件的呢有10几个，不过嫌疑都排除了，没什么线索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是啊。哦，哎呀，太好了，那你能帮我们传过来吗？好，哎，好，谢谢啊，哎，无锡警方来电话了，说他们掌握了一些李梦被杀案中网上查不掉的资料和证物，他会尽快的给我们传过来。好啊。再有啊，宁阳那桩命案，我又仔细查了一下，这里面遗漏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证。肯定吗？这是资料啊。阿川，你去趟宁阳，务必把这人找着。好。啊，大妈，我呢是南宫市公安局的，想向您打听个人呢。请问那个王二丫是住在这里面吧？啊，就是在这儿。哦，好。哎，先生，您别去了，听说昨天闹鬼呢。闹鬼？是啊，前天晚上听说那年死的那个女鬼来索命来了，把屋里头人都吓昏了。病人是今天才送来的，好像是受了什么强刺激。那他可以和正常人交流吗？恐怕不能正常交流。不过你也许能从他那里得到点讯息。有时候风话能让我们知道病人心中内心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。
是我。你不要怕，他是人，不是鬼。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他是鬼，他那天就穿着白裙子，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他对我说，他是来找我索命的，怪我没有给他作证。那你知道谁是凶手吗？我知道，是谁呀？是他。又是这种花，好多这种花。兰花？谁栽的？你说什么？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啊？你在说什么呢？秦红这个案子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，凶手至今都没找到。哎，回来了，辛苦啊！哎，回来了。你们看这花是什么品种啊？这是兰花的一种啊，叫公爵兰，是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，可名贵了，非常不好养的啊。你是说一般人都养不活啊？那当然了，没有专业技术，肯定养不活啊。怎么了？跟案子有关系吗？倪恩案的受害人的父母呢是搞园艺的，所以呢他从小就喜欢摆弄一些花草，尤其是兰花。案发前的3个月呢，被害人呢雇佣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替他照管他们花园里的花草。据邻居反映呢，他非常满意那个老太太，说那个老太太养的兰花啊比他父母养的都好。又是一个老太太。那个老太太呀自称叫刘金平，实际上真正的刘金平呢已经在案发前的2年呢得了癌症死掉了。哎，这跟咱们这案子不一样吗？根据邻居提供的相貌特征，我敢断定，这个自称叫刘金平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假的吴玉珍。这下咱们就有线索了。这叫什么线索呀？我们现在案子里的线索全都断掉了。那也不一定，最少咱们现在还知道有一个50多岁的女性同案犯董元义。钟丽啊，你去资料室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。好，那我这就去。哎，怎么样？你们发现什么新的线索了吗？也没有。喂，雷鸣啊，我是美丽。哟，怎么着，大明星，什么事儿？干什么呢？哎呦，这不是刚起床上赖着呢吗？准备一会儿上班去。你上不上班还不都一样？休病假的时候你也没忘你的案子呀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下午到美术馆来一趟。干嘛去啊？龙吟的画展今天下午开幕式，你这个大侦探，是不是也该来捧个场啊？哎呦。我是真想去，不过下午跟王川约好了，说开个案情研讨会啊。哎呀，你们什么时候开案情研讨会不行啊？反正你们现在也没有头绪，开会又不能把修法给开出来，换换心情吧，说不定啊，轻松一阵之后，案子就会柳暗花明呢。你说的有道理啊。下午过来啊。行。好，再见。来，各位朋友啊，我现在隆重的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这位，我们南丰市著名的、非常有才气的大画家龙吟先生。各位光临。哎，这人谁呀？叫牛三宝，小学文化，花村酒楼的老板，可是人家财大气粗，龙吟的画展就是他赞助的。你们的朋友啊？当然，
还是我们邻居呢，远亲不如近邻嘛。我们预祝龙英先生的画展取得圆满的成功，大家鼓掌！谢谢。大家随便看啊。雷鸣，哎，怎么样？恭喜啊，天才画家！骂我？我是那意思。哎呀，雷鸣这人就这样，他明明是想说恭维你的话，可是就不会说的好听一点。哎，来，各位，来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弟弟龙象，这位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雷大探长。你看他一找机会就回敬我。正常的嘛。你好。早就听说你了，果然是与众不同啊！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吧？眼睛，你的眼睛在怀疑一切，你也自信，你能够洞察一切。嗨，您太客气了。不过没有什么人能够洞察一切。对，确实没什么人能洞察一切。不过我这人啊，特别有耐心，所以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。你很自信呐。对啊，要不然我干嘛干警察啊？雷大探长，别看我这小叔子长得5大3粗的，人家对绘画可是很有天赋的。就是因为不习惯于这个艺术界的清贫枯燥的生活，人家先去当了兵，后来又下海经商了，现在富翁，很有钱的。哎呀，这个物质的丰富说明不了什么。我的生活中也有很多遗憾，就像有些案子，你雷大探长也破不了一样。哎，你弟弟怎么那么爱跟人较劲呢？他就这样，其实心里没什么。龙爷，哎呦，叔叔，哎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？哎呀，堵车。来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。哦，这是我叔叔龙宝生，退休前呢是文化馆馆长。我们兄弟两个小的时候父母亲就去世了，后来啊多亏了我叔叔把我们兄弟两个拉扯大，我们能有今天的成绩，多亏了我叔叔的关爱，对不对？你们只要事业有成，我就高兴啊！你们聊，我看画啊。叔叔，你慢慢看啊。哎呀，有俩臭钱儿，你看他显摆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牛总，美丽，牛总，还满意吧？啊，谢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是这样啊。这个呢，就是我高中同学雷鸣，是警察，雷大探长。哦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牛总。雷大探长，久仰。雷大探长。苏州警方也传真过来检测结果了啊。这白丝绸带呢，是苏州一个叫在水一方的手工作坊生产的。他们的产品啊，全是手工制品，质量上乘，价格昂贵，但却很受欢迎。每年这样的白丝绸带啊，卖很多，所以无法查证。那线索又断了。你们4个又坐一块了。哎，队长，案子进展怎么样？报告队长，还真没什么进展。抓紧时间啊！这个案子市里很重视，一天一个电话催着，我压力很大啊。您放心，队长，我们一定尽快破案。我知道您很累，没办法，谁让你们立了军令状了？我只能赶鸭子上架。啊！您再别催了，真要催啊，我们都快成烤鸭了。你少说废话，不许说风凉话，提起精神啊！是。喂，雷探，龙英在家遇害了。什么？好。雷探，被害者身上有2处致命的刀伤，都是在背部。
刀法又狠又准，是直接刺中心脏的。可是我们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作案工具。案发时间呢是在晚上1点半左右，有2个蒙面人呢潜入了龙家，准备搬走他们家客厅里的山影插屏，被龙吟发现以后追出来大喊捉贼，结果呢被刺杀身亡了。他们家的邻居呢牛三宝听到喊声以后出来帮忙，也被刺伤了，目前正送往医院。保安呢？嗨，说来也巧，他们这儿啊正换物业公司，新的还没来，旧的刚走。靳美丽在哪儿呢？靳美丽啊，今天晚上正好住在剧院了，麦欧已经赶过去了。听麦欧说啊，靳美丽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当时就晕倒了，所以他就留在那儿照顾她。雷明，你说龙吟和靳美丽的感情怎么样？你怀疑靳美丽啊？不可能，我知道他们俩感情特别好，绝不可能。这可不好说，很多夫妻啊，看上去感情很好，其实呢矛盾很深的。进去看看。那我留这儿。冯老伯，出了这种事儿，我们也特别难受。但还是想请您振奋一下，您能多提供一点线索，我们就能尽快的抓住凶手。我明白，明白。坐吧。啊，不了不了。您了解这个山影插屏吗？当然知道了。哎呀，这是我们龙家祖传的物件。龙吟是长房长孙，自然就由他继承下来了。据我所知啊，这个山影插屏不过是用普通石头雕成的，而且是我们龙家的先人自个儿刻的，不是出自什么名家的手笔，根本没有任何文物价值啊。如果你们想多了解一些有关山影插屏的资料的话，可以去我叔叔那儿。他那块儿有龙家族谱和解放前编写的一本地方志。是。雷大侦探，这个对你们是不是会有帮助啊？太有帮助了。哎，那咱们龙家现在还有人做石质艺术品吗？早就没有人做了。哦，他现在自己还开一个石料加工厂，他也不自己做，主要是给别人加工出模的石料。你昨天走的时候，靳美丽的情绪怎么样？不好，她昨天晚上哭了一夜，早上我才送她回的家。哎，就这件。麦欧，你到医生那儿去了解一下牛三宝的病情，我再在这儿观察一下。好。怎么样？医生说牛三宝的伤势与现场的凶器相吻合，但刺得不深，就流血多一点，估计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哎，
你觉没觉得牛三宝看季美丽的眼神有点奇怪？那是一双充满欲望的眼睛。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好，哎，您好，我找一下龙老婆。您等一下。啊。洪先生，请您进去。啊，好。雷探长，哎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哎，于嫂，泡茶啊，哎，请，哎，坐，来您，贵妃醉酒，好啊。雷探长也喜欢京剧啊？什么贵妃醉酒啊？不过是借贵妃之酒浇心中之愁吧。哎，您唱的？不好意思。嗨，您这嗓子还真绝呀！哎，我还真的以为是个女人唱的。哎，于嫂，哎，茶，快！来啊！来，我这茶怎么样？洞顶乌龙，好茶呀！雷探长深谙品茶之道啊，以后一定要家里来多做一定。宝生啊，哎呦，来客人了。你看你都吃过药了，怎么还不睡嘛？吃了药也睡不着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老伴儿，哦，这是雷探长啊。雷探长，他为了龙吟的事儿啊，一直在伤心。雷警官呐，你可要为我们银儿报仇啊！伯母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快抓住凶手。您也节哀啊。你去睡一会儿吧，要不血压又该高了，一夜没合眼了。啊，你一会儿也去睡吧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我怕你顶不住啊。好啊，我送他进去睡啊。哎，好，你随便走啊。哎。现炒。哦，哎呀，老伯，我虽然不懂画，但看得出来这7张张张都是精品啊。你太抬举我这个老头子了。你是不是从画上看出什么来了？啊，有点眼熟啊。你看看那幅画像不像我们家的美丽？
你是否觉得我伤悲？除非你是水，将我温柔的包围，才会发现我真的流泪。如果我是一朵花，你是否觉得我最美？除非你试图将我深深的栽培，才会发现我害怕枯萎。除非你能读懂我的眼泪，除非你能让我永不枯萎，除非你能让我自由地飞，除非你能做到所有的一切，你要的我才说你都干什么了呀？我什么也没干。你为什么杀龙吟啊？我牛三宝喜欢的女人就从来没有上不了手的，所以你就雇人杀了龙吟是吧？只要除掉龙吟，金美丽就是我的。把你的指纹留在纸上了。我要杀了你！你什么意思吧？你要是不听劝，就小心你的狗命。